怎么吃上早餐了？邻居送的。邻居？你这邻居的手艺挺一般呀。虽然这卖相一般，但其实味道挺好的。好吧。换头像。换好了。你打我干嘛？你能不能认真点儿？我走个路，我认真什么？这有走路的问题吗？那是什么问题啊？你说是什么问题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一会儿天气预报说有雨，所以你才……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你给我生哪门子气啊？这是我做的恋爱通告，第一项已经完成了，第二项刚才气氛明明很好的时候被你打断了，所以第三项我要升级一下。也不就是穿情侣装吗？这有多大点事儿？走吧。现在就要拉我手了啊？还玩游戏吗？玩了。蒋一，哎，换好了吗？等会儿还没有。我都换好了，你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干嘛呢？啊。哎，不是我说，咱俩这么多年交情，你能不能放我一马？不行，我看看，这不挺好看的吗？小粉，这多丢人啊！可卖呀！哎，行了，不行，你答应的，你说必须陪我穿情侣装的。算了，让我一次。不行，找的就是这种 feeling，就是要这种穿就行。服务员，结账。哎呀！哎，能不能麻烦你稍微快一点？我看你那单子上面也有拼图，咱要不去玩拼图吧？那我擅长。不行，你一个都逃不掉。不是，那就按你这么个加法，咱们得加到过年去了。不服你来啊！如果我要是把那个最大的给加出来了，我是不是就能把衣服给换了？看好了。送你了。我换衣服去了啊。
这个。困啊？我没困，我才没困呢。好不容易你成为我男朋友了，我想跟你抓紧多做点事情。什么意思啊？天亮就分手啊？呸呸呸！瞎说什么呢？不过我说实话，哪有第一天谈恋爱就搁家里拼拼图的呀？你再给我看看他那眼睛。眼睛。这谁能想到，最后这乔巴跟路飞在一块儿了呀？时间不早了，是不是庄园还在等你呢？不对啊，你那清单里不是还有最后一项吗？没最后一项了，最后一项就是平平的。不可能啊！我明明记着里面，你看，这不还有？哎，行，别看了，别看了。这上面明明就写着，还有接吻呢。怎么了？怂了？怂了？我怎么可能会怂啊？来啊！没想到啊，以前没仔细看，咱们航天城的小蒋一这么帅，小细眼睛，高鼻梁，皮肤还白白的。怎么啦？怎么还脸红了？谁脸红了？我怎么可能会脸红呢？我那吻技了不得，你都不知道。吻技了不得，海外归来的就是不一样啊！行啊，来，我体验体验，怎么了不得了？来呗，来喽那我来了。 ，OK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总感觉好像有哪些地方不太对啊？是不是因为咱们俩太熟了呀？没错，肯定是因为我们当了太多年的哥们儿，突然从哥们儿变化成情侣，有点不适应。对，你说没错。如果我们看的不是那么清楚，会不会好一点？我觉得可以。没准这样能行。来吧。来吧。跟王家卫接吻，真的很好笑哎！算了，爱他咋地吧。啊，
算了，顺其自然吧。我困了，你陪我睡一会儿呗。你睡呗。那你不许走。不走。走啊，一块吃饭去。我今天有约了。有约了？你给我老实交代，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？秘密。Hello。我给你带一点紫菜包饭，还有章鱼小丸子，看你还想吃点什么？这么多番茄酱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吃不了？估计是我买的时候跟他说是给女朋友的，所以他就挤了一点。那只能我多吃一点了。嗯，尝一下。蛮好吃的。你笑什么？对。你脸上都是我的口红印子，是吗？笨死了！我来。我去！你没事吧？我去开门。不好意思啊。
张远，你来了啊！哎，馄饨包好了，你看你想吃，你想吃哪种？张远，馄饨想吃哪个馅儿的？张远，啊，你感觉你有点不对劲啊？啊，我没事啊。你这失魂落魄的样子，是不是明宇出事儿了？明宇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行，你不跟我说，那我自己打电话问明宇。哎，别，那你就告诉我到底怎么了？一进屋里发现你状态不对，快点说。哎呀，这个跟明宇真没什么关系，我就是上班太累了。真的？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俩别疑神疑鬼的了，我自己煮馄饨吃。回来！明宇，我包了馄饨给你留了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吃啊？现在就给冯国辉打电话，你跟他说，当时你总是胡言乱语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我去，真的假的？你就等着看吧，很快就会有结果了。大豪，你进来挺早啊。最新反转，听说了没？什么反转？今年副总的职位要轮空。轮空？为什么会轮空？据说是我们方经理反杀了郭凯，两人同归于尽。哎，郭经理，您看到明宇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，他没事吧？我和明宇的事儿跟你没关系，少打听。哎，庄园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如果你在家的话，你至少出来让我们看你一下，让我们放心，行吗？明宇，明宇，明宇，你忍着点儿，可能有点疼。
真要去啊？当然，都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吧？走。郭凯，你们有预约吗？打人需要预约吗？哎，你算什么东西啊你！你们三个没事吧？我们没事儿，感觉他们比我们严重。咱比小山能打呢。这是咱们第2次上警车了吧？这都要进派出所了，你还挺开心？咱们这不是打赢了吗？哎，要不然咱们合个影呗？这造型都挺炫酷的。哎，老实点，手机收起。明白。开个玩笑，警察同志，不能拍照，都懂。走了。专员讲义，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扔楼下去吧。哦，好。那你看着他点。这些年，我一门心思想着往高处走，时间和精力全花在工作上了，就连谈恋爱也是权衡利弊的选择。结果到头来，一场空。空了挺好啊，空了意味着告别过去，重新开始了。
这几年我们不联系了，我变得越来越怂。但是我经常会想到你。如果当时我要是没和你吵架，没闹掰，现在的我会不会不一样？别人往我身上泼水的时候，如果你在，我会不会泼回去？后来我慢慢明白，我是真的喜欢那个时候的你。跟你说个秘密啊，那些在公司欺负你的同事，后来被我给泼回去了。真的？那当然，我是谁呀？航天城黄飞鸿的后代黄银子。明宇，欢喜你回来。差不多了吧？哎呀，再等会儿吧，姐聊呢。一菲，这几天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我迫不及待想要告诉你，你绝对不会想到，我们几个人竟然又进了派出所。你能想象庄远和明宇跟人打架的样子吗？蒋一和我脸上也挂了彩。明宇呢，也终于认清了那个虚伪的男友，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法律惩罚。你给丁野做那专访，今天可是在我朋友圈里面刷屏啊。你看啦？写的挺不错的。可是你为什么给他写那个就那么好？给我写那蒋爷列传就那样。哪样啊？就那样呗，写的都是我的囧事。那谁让你小时候总干一些不靠谱的事情啊？那我怎么办？我不管啊，我那好久没更新了，我得要一版新的。去，没时间给你更新。不是哪有一个记者写一半就不写了呀？你要是不会写，可以，我教你，你就把咱们俩怎么在一起的加进去。那我也有想加的东西。加什么？比如，你什么时候喜欢的我？我哪记得住啊？咱俩以前天天在一块儿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不记得？别纠结过去了，咱俩现在不是在一起。对了，我一会儿得去趟书店，去筹备一下丁野的读书会。他的读书会为什么要你准备啊？其实这个读书会是我想帮他办的，一是谢谢他配合我采访，二是因为他不是这么多年没出书了吗？状态不太好，身体也不太好。我就是想让他知道，其实他的书还是感动过很多人的，给他一些安慰。
那你去吧。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们一起去旅游，好不好啊？嗯。丸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接你回家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工作太累了，想找你充个电呗。那你就躺着吧。这谁呀？大半夜老给你发微信呢？没有广告。张毅，我总觉得丁野要出事儿，他微信不回，短信也不回的。又是这丁野啊！你给他办那读书会不都办完了吗？我觉得他有点不对劲。他不是天天不对劲儿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他这次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哎呀，丸子，你会不会觉得你对这个丁野有点太敏感了呀？希望吧，希望是我敏感。怎么了？生气啦？我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一刻怀疑过我们的感情，只是有时候我在想，你选择跟我在一起，有没有可能，只是因为你习惯我了？再或者，你是不是只是怀念我们曾经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而已？蒋毅，你怎么这么想啊？好，你要说习惯，那我更习惯以前我们是朋友的时候。你要说怀念，我更怀念我们在一起之后的每一天。我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爱你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从小到大这一点没有变过。我以为我不说你也会懂的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行，那你实话告诉我，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，至于你这么帮他？我答应过他不能告诉别人，但是你放心，以后一定会有机会的，到时候我告诉你好不好？黄英子，也许在你心里，可能还是朋友比较重要。不是，蒋毅。如果要是这样，不如我们做回朋友吧。走了。哎，蒋毅。喂。丁野，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人在哪儿呢？我正去找你。丁野，我知道你看到网上那些东西了，我也看到了。你不要理那些人，那些人就是瞎写的，为了博流量、博眼球。医院清单已经都完成了，别再来找我。丁野，喂。如果人死了以后都能像经络一样，将肉身回馈大海，在海底得到宁静，那死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。海浪声。丁
别着急，他也不一定在这儿。爹爹，我不是让你别来找我吗？你电话里跟我说，遗愿清单完成了，我就以为你之前不是问我那个清单是不是真的？清单是真的，但不是我。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叫施小花。我喜欢文学，他热爱音乐。我知道，你最好的那个朋友。那现在这个石小焕，他人在哪？他死了。自杀。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谢谢你们。今天你们的突然出现，让我发现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是会有人在乎我。要我说，这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嘛，有这么多美食值得我们去发掘，还有这么多新朋友值得去交，不是吗？新朋友说的是你们。难道不可以吗？其实你也不用谢谢我，我们两个算是扯平了。我高中最低谷的时候，是你给我回了封信鼓励我，我也就做了跟你同样的事情而已。我之前不就跟你说了吗？那封信真不是我写的。明白，你觉得那时候自己写的信比较恶心，现在不想承认是不是？不提了，不提了。不是，那时候给我写信的人太多了，我又不认识你，怎么会特地给你回信呢？不是你写的，那是谁写的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你的某个仰慕者。那时候喜欢我的人，廖星、周保明，还有一个就是你啊。那封信是你写的？不是，怎么可能是我写的？行了，别秀恩爱了好吗？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？没想好呢，可能书写我新的故事。那可以透露一下吗，大作家？还没想好，但你愿意做我的第一个读者吗？没问题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干了。所以当初丁野给我回的那些信都是你写的？是啊，谁叫那时候有个人天天愁眉苦脸，在我身边转悠，闲得烦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也是那个人，信誓旦旦的跟我说：“啊，我总有一天能见到丁野的。我读他那书那么有共鸣，我们早晚一天能成为朋友的。”你那时候自信心那么爆棚，我实在不忍心打击你，好吗？模仿他的字，模仿的一模一样，很辛苦吧？随随便便吧，他那字儿，狗都能写。原来当初把我带出学业低谷的人是你这个小学渣呀！所以你一直瞒着我那事儿，就是他这遗愿清单啊。是啊，答应别人的事情要言而有信嘛。可对不起啊，让你吃醋了。谁吃醋了？怎么可能？还记得小时候我给你起了个外号吗？什么外号？犟鸭子嘴，犟鸭子嘴，你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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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。
不是咱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？这都是哥们干的事儿，你以后别老搂着我。哦，过来。这样可以吗？你今天在海边找我，肯定找了很久吧？还行吧，你那么大一个，一下就发现。去你的！韩线那么长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黄英子，来救救我！黄英子，你在哪儿？黄英子，黄英子，黄英子，小叶，我在这，小叶。小叶，我在这儿。你别怕，我陪着你。一会儿就有大人来接我们了。我还以为你们就叫我走了呢。不会的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的。别哭了。没有想到啊，小蒋毅，那个时候对我心生歹念了你。谁对你心生歹念了？你那时候哭得稀里哗啦，冒个大鼻涕泡，谁喜欢你？那你说，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不记得了。怎么可能不记得？是我在台上演话剧的时候，还是我跟别人打架的时候，还是……哎，都不是，都不是。你连喜欢我这么重要的时刻都能忘，真行。你要真让我说，可能是从还没意识到喜欢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就喜欢上你了。还想跟我做回朋友吗？当然不想。但我觉得做朋友挺好。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。小的时候遇到了你，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后来我们中途散了，空白了几年，但还是遇到了。现在，我们既是最好的朋友，又是最好的恋人。蒋毅，那天你说，在我心里，是不是朋友比恋人重要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你在我这儿，比朋友、恋人都重要。所以，你是双倍的重要。双倍的重要啊！我手机落这儿了，怎么了？一菲最近跟你联系了吗？一菲不是在国外巡演的吗？怎么可能跟我联系啊？啊，我有点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啊，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嗯。
一菲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这些年你跟蒋一有联络吗？一菲，我有些事情想问问你，我们可以通个电话吗？一菲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跟你见一面。怎么又加班加到这个点儿啊？肯定没吃饭的吧？吃饭。咱俩别演戏了，直接说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能登录亦菲的邮箱？在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之前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你。如果我说我登录他的邮箱是为了更了解你，你信吗？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想要更了解你，我才住到了你家对面。我就是想要更了解你，所以我才黑了亦菲的邮箱。我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想要更了解你。而且再说了，对我来说，黑进一个人的邮箱，应该再轻松不过。这12年，我所有的开心跟难过，都是亦菲在陪着我。好，如果你说你很早之前就看到我们之间的邮箱，那我所有的心情你应该都能看到吧？我不信你看到以后会不来找我。蒋一，我们6岁的时候就认识了，我一直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、最熟悉我的人。哪怕你消失了12年，这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太了解了。你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话，我能信吗？蒋一，你到底在瞒着我什么？下周就要过生日了，你不最喜欢过生日了吗？咱们一块儿过吧。你有病吧？亦菲，很久没有你的来信了，你一切都好吗？我很想你，也很担心你。这几天发生了一些事儿，我不想再用邮件的方式讲给你了。如果你方便，我这周就飞过去找你，让我当面跟你说，好吗？抱歉，莹子，演出实在是太忙了，明天又要飞到苏黎世演出了，恐怕赶不上和你会面了。不过听说那里的雪山很美，我可以帮你看看。周末就是你的生日了，我的祝福一定会到达你身边。还记得我们30岁的约定吗？
谢谢大家，你们能来我很开心。许什么愿了？第一个愿望，希望我事业顺利，赚大钱，身体健康。哎，英子，你太贪心了，这已经3个愿望了。哎呀，你让林子接着说嘛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以后每年过生日，你们都能陪在我身边。一定。第3个愿望，我希望我和我爱的人之间没有秘密。可以坦诚相待。哎呀，行了，蒋烨，你别瞒着了，快拿出来吧。拿出来吧。莹子都急眼了，你看这小脸气的，真是。有惊喜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行，给。当当当！这是什么？惊喜。我刚才在走廊里啊，都差点瞒不住了。这是亦菲让你给我的？对啊，亦菲在国外巡演太忙了，所以他就委托我帮忙确认的订单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才会登录他的邮箱。辗转了好久才到你手上，快看看。哇，这么多！你看，海外特别版。那。答应你了，这可是我跑遍了全航天城的音像店才买到的。亦菲，我宣布，这个世界上除了孙燕姿，你就是我最爱的女人。哎呀，以前孙燕姿出专辑也没见你这么着急啊。抽到，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孙燕姿的演唱会啊？哎，你别那么丧嘛，至少咱们有专辑了嘛。亦菲，我跟你兑换个约定吧。是什么？我不要燕姿的专辑了，等到30岁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。一言为定。拉钩，拉钩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开心了吧？谢谢你们啊，但可能你们不知道，我跟亦菲的约定早就不是送 CD 了。这个不是亦菲送的。会啊。江州大道城中村，城中村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生日我可能参加不了了。丁爷找到了蓝斌，我得去找一下。哎，莹子，你看，超和杨帆从老家过来的，你好歹切个蛋糕啊，是不是？我们还说让你给孩子取个名字。是啊，我们还在想你会给孩子取什么名字呢。快，切蛋糕，切蛋糕！我们先吃。蒋毅，你别愣着呀，赶紧拿东西切蛋糕，行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一个个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蓝斌走的那天你们都在吧？亦菲哭着喊爸爸，你们都在吧？
这么10多年，一飞想找到他爸爸，你们都知道吧？现在蓝冰有了，我们找到了，为什么你们要拦我？我真的是不明白，你们能告诉我吗？还有你蒋怡，你最近真的太奇怪了。从一飞的邮箱到 CD，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你们能跟我解释一下吗？婷子，别说了，我不是傻子，我知道你们跟着他一起在瞒着我呢。好，既然你们不想告诉我，没关系，那我自己去找。哎，宁子，子，宁子，宁子，别跟着我，尤其是。丁野这个时候添什么乱啊？绝对不能让莹子见到蓝冰。这样，你俩留在这儿，我陪蒋毅去拦住莹子。好，杨帆怀着孕呢，你陪她，我跟蒋玉去。走。去！谁都别去，我自己去。等消息吧。丁野，他在哪儿？带我去见他。你朋友知道你在找他父亲吗？知道，我早在邮件里跟他说过。他怎么说？他虽然嘴上说让我别再去找了，但他内心里肯定希望我能找到他爸爸。所以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必须要找到他。我必须要见到他。最近一切都太奇怪了，我觉得一切变得特别混乱。我觉得大家都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。我必须要见到蓝冰。我想知道到底怎么了。我想要一个答案。即便那个答案会是一个噩梦，你也愿意。他就在里面。谢谢。蓝叔叔，你是莹子？真的是你吗？没错，我是黄莹子。你还记得我？那您还记得你有一个女儿叫蓝一飞吗？我是个烂人，对不起女儿。这些年你有去找过丽飞吗？没脸去见她。我宁愿什么都不知道，别再问我了。蓝叔叔，一飞一直很想念，他肯定很想见你。一飞虽然现在在国外，但是他会回国的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见到了。莹子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